台北的雨季总是黏腻的，让人喘不过气。傍晚6点半，信义区的玻璃幕墙映着灰蒙蒙的天，捷运站出口涌出的人潮撑着各色雨伞，像潮水般漫过斑马线。林宇安坐在奥莱特广告12楼的工位上，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屏幕上是星样百货年度营销案的最终版 PPT， 这是他跟了整整3个月的大客户，从最初的笔稿到一次次修改方案，熬了无数个通宵。只要明天的提案通过，他就能顺理成章升策划部经理，年底和男友江成宇订婚的首付也能再添上一笔。宇安姐，还不走啊？路过的同事拎着包打招呼，雨越下越大了，早点回去休息啦，明天提案肯定没问题的。林宇安抬头笑了笑，再检查一遍数据，保险一点。同事撇撇嘴，你就是太认真了，苏曼柔都走好久了，说要去给你买宵夜呢。提到苏曼柔，林宇安心里暖了一下。苏曼柔是她从国中就认识的闺蜜，台南上来的姑娘，说话永远轻声细语，像温温的蜜水。半年前苏曼柔辞掉行政的工作，说想转做广告策划，是林宇安顶着压力把她内推进公司，从策划助理做起。这半年苏曼柔学得很快，也很懂事，总说宇安你就是我的贵人，加班的时候总会贴心地带宵夜过来。林宇安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拿起手机想给江成宇发消息，问他要不要过来接自己。对话框还没打开，主管的电话先打了进来，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凝重。林宇安，你现在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他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主管办公室里，星样百货的对接窗口发来的邮件摊在桌面上，附件里的 PPT 正是他早上提交的最终版。可第3页的年度预算表上，核心数据整整错了一个小数点，原本800万的营销预算被改成了8000万。客户刚才打电话过来，气得差点直接终止合作。主管的脸色很难看，林宇安，你跟了这个案子3个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林宇安脑子一片空白，他上前点开文件，指尖都在抖。不可能的，我昨天晚上最后检查了3遍，数据绝对是对的。文件是你提交的，署名也是你，现在出了问题，你跟我说不可能。主管打断他，星样那边已经取消明天的提案了，说我们团队连基本的专业性都没有。这个案子你不用跟了，暂时降回普通策划，后续由苏曼柔接手跟进。他下午提交了一份备用方案，客户那边愿意再给一次机会。林宇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工位的。窗外的雨砸在玻璃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盯着电脑里自己存的备份文件，预算表上的数字清清楚楚是800万。为什么提交上去的版本会出错？他明明反复核对过。他想给江成宇打电话，想扑进他怀里哭一场。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江成宇的声音带着几分疲惫和疏离。怎么了？我在赶图，很忙。成宇，我出事了。林宇安嗓子发紧，把提案出错的事说了一遍。我明明没有改错数据，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江成宇的语气没什么波澜，可能是你太累了，不小心弄错了吧。先别想了，明天再说，我这边还要加班。说完，他就匆匆挂了电话。林宇安握着手机，心里更凉了。最近江成宇总是这样，忙、累，话越来越少。以前他加班到再晚，他都会开车来接他，现在连耐心听他说几句话都做不到。他们在一起3年，从朋友聚会相识，到谈婚论嫁看新房，一直是别人眼里的神仙眷侣，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宇安，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苏曼柔拎着2大袋东西走进来，头发上还沾着雨珠，脸上带着担忧的神色。我刚听说提案的事了，怎么会这样啊？你肯定难过死了，对不对？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掏出热乎的咸酥鸡和半糖少冰的珍珠奶茶，都是林宇安爱吃的口味。我特意绕去通化街买的，你最喜欢的那家盐酥鸡，加了甜不辣和百叶豆腐。先吃点东西，别饿坏了身子。林宇安看着他忙前忙后的给自己拆包装，
鼻子一酸，差点掉眼泪。曼柔，谢谢你，还好有你在。傻话，我们是什么关系啊？苏曼柔坐在他旁边，轻轻拍着他的背，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嫉妒你，故意搞小动作。不过没关系，主管让我接手，我肯定帮你把这个案子拿回来，到时候功劳还是你的。你呀，就是太善良了，从来不知道防着别人。可是谁会做这种事呢？林雨安喃喃道。谁知道呢，职场上人心隔肚皮嘛。苏曼柔递给他一根鸡柳，语气软乎乎的，别想啦，先吃东西。等下我陪你一起改方案，我们重新做一份完美的，让客户刮目相看。那天晚上他们加班到11点多，苏曼柔一直陪着他，帮他找资料，核对数据，细心又妥帖。雨停的时候，苏曼柔打车先送林雨安回他和江成宇同居的泸州新家，临走前还叮嘱他，回去别跟成宇吵架啊，他也忙，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什么都会好的。林雨安站在公寓楼下，看着出租车消失在夜色里，心里满是庆幸。哪怕事业受挫，哪怕男友冷淡，至少他还有这个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他上楼掏钥匙开门，客厅里黑着灯，江成宇已经回来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听到动静，他抬头看了一眼，语气平淡，回来了。林雨安换了鞋走过去，想靠在他肩上，你不是说要加班到很晚吗？提前做完了。江成宇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收起手机，我先去洗澡了。他起身的时候，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飘过来，不是林雨安惯用的橙花调，是甜腻的花果香，陌生又刺眼。林雨安看着他走进浴室的背影，指尖慢慢攥紧了。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淅淅沥沥的，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悄无声息地扎进看似平静的生活里。接下来的一周，林雨安的日子过得一团糟。降职之后，他手里的大客户全被分给了别人，只剩下几个零碎的小案子。更让他难受的是，苏曼柔因为临危受命表现出色，被提拔成了代理主管，搬进了原来属于他的独立办公室。公布任命那天，苏曼柔特意过来找他，眼眶红红的，雨安，我真的不想接的，我跟主管说我能力不够，应该让你来，可是主管硬要我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林雨安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失落，有不甘，但看着闺蜜愧疚的样子，她还是挤出笑容，傻瓜，这是好事啊，你努力了这么久，本来就该升职的，我替你开心，就知道你最好了。苏曼柔抱住她，声音甜甜的，以后我肯定什么都听你的，我们一起把策划部做好。周围的同事私下里都替林雨安抱不平，说苏曼柔是踩着她上位的。林雨安听到了也只是笑笑，他不愿意用恶意去揣测自己认识了10几年的朋友。国中时候他被班上女生排挤，是苏曼柔站出来帮他。高中他失恋哭了一整夜，是苏曼柔陪他在操场坐了一整晚。大学他生病住院，也是苏曼柔天天煲汤来医院看他。10几年的交情怎么可能是假的？只是江成宇那边越来越不对劲，他开始频繁晚归，身上的陌生香水味时有时无。问他，就说是见客户的时候蹭到的。林雨安不是没有疑心，可每次他想深究，江成宇要么转移话题，要么就说他无理取闹，两人免不了吵一架。苏曼柔知道后，总是劝他，男人嘛，做建筑的应酬多，难免的。成宇那么老实，肯定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你别想太多，反而把他推远了。他说的头头是道，还主动说要帮林雨安盯着江成宇，偶尔会跟林雨安说，我今天碰到成宇了，他跟同事在一起，没别人，让林雨安放100个心。真正的裂痕出现在一个周末的下午。那天江成宇说要去工地现场，林雨安在家收拾家务，想着他开车辛苦，就拿了保温壶装了绿豆汤，打算送去工地给他。他走到地下停车场，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刚把保温壶放在脚边，指尖就碰到了座椅缝隙里的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是一根长长的浅棕色的大波浪卷发。
林雨安的头发是天生的黑长直，从来没有染过烫过。而苏曼柔上个月刚染了浅棕色的头发，烫了大波浪。她的血液好像瞬间冻住了，捏着那根头发的手指冰凉。前几天苏曼柔说她的电动车坏了，刚好江成宇要去建材市场，就顺路载了她一程。当时苏曼柔还特意跟林雨安说了一声，笑着说成宇哥车技真好。林雨安当时没当回事，可一根头发而已，坐车的时候掉一根，不是很正常吗？他在心里反复说服自己，可心底的疑影却像藤蔓一样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他想起江成宇身上的香水味和苏曼柔常用的那款祖马龙蓝风铃好像是一个味道。他想起每次他和江成宇吵架，苏曼柔都能精准地知道前因后果，然后一边劝他，一边不经意地说成宇其实也挺累的。那天林雨安没有去工地，他拿着那根头发回了家，坐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晚上江成宇回来，看到他坐在黑暗里，吓了一跳，怎么不开灯？成宇，林雨安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上周曼柔坐你车，是哪天？江成宇的眼神闪了一下，语气有些不自然，就上周三啊，怎么了？没什么，林雨安看着他，我今天在副驾驶捡到一根头发，棕色的，以为是他的。哦，应该是吧。江成宇脱下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避开他的目光，都说了顺路载他一程，你又多想。林雨安，你最近能不能别这么疑神疑鬼的？他的反应很平淡，甚至带着点不耐烦，好像真的是他在无理取闹。林雨安把那根头发攥在手心里，没再说话。第二天上班，林雨安去苏曼柔的办公室给他送文件。苏曼柔正在打电话，语气娇滴滴的，看到他进来，赶紧挂了电话，笑着说，雨安，怎么啦？给你送下季度的排期表。林雨安把文件放在桌上，状似无意的说，对了曼柔，上周你坐成宇的车，有没有掉头发啊？我在他副驾驶捡到一根棕色的，还以为是你的。苏曼柔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露出愧疚的表情，啊？不会吧？哎呀，肯定是我掉的，真不好意思啊雨安，我最近掉头发特别严重。你别多想啊，那天成宇哥就是载我去买了点办公用品，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他拉着林雨安的手，眼神真诚，雨安，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怎么可能碰你的男人？你要是不开心，我以后再也不坐他的车了，好不好？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林雨安反而觉得自己小心眼。他摇摇头，没有，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你别往心里去，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苏曼柔抱了抱他，晚上我们去吃姜母鸭好不好？我请客，就当给你赔罪，也给你散散心。晚上的姜母鸭火锅店热气腾腾的，苏曼柔不停地给他夹菜，说着公司里的趣事，还跟他吐槽主管有多难搞。林雨安看着他笑盈盈的脸，心里的疑虑慢慢散了。是啊，10几年的闺蜜，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她最近压力太大，想太多了。吃到一半，苏曼柔去洗手间，她的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亮了一下，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林雨安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发现人的备注是客户王经理，内容却很暧昧，明天老地方见，想你了。她心里猛地一跳，苏曼柔有男朋友了，可是她从来没跟自己说过。正想着，苏曼柔回来了，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随手按掉了，表情没什么变化。林雨安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曼柔，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刚才好像有人给你发消息。苏曼柔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哪有，就是个难缠的客户，总说些有的没的，我都懒得理他。你也知道，做业务的难免遇到这种人。他说的坦然，林雨安又信了。那天吃完火锅，苏曼柔送林雨安到楼下，叮嘱他早点休息。林雨安看着他打车离开，转身走进公寓楼。他不知道的是，出租车开出没多远就停了下来。苏曼柔坐在后座，看着林雨安的身影消失在楼道口，脸上温柔的笑容一点点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扭曲的快意。
他拿出手机，给那个备注客户王经理的号码发了条消息。他没怀疑，一切都在按计划走。星样百货的2次提案定在2周后。苏曼柔每天都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时不时过来找林雨安请教问题，一口一个雨安姐，姿态放得很低。林雨安心软，也真心希望案子能成，就把自己之前做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都给了他。雨安，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些数据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苏曼柔抱着资料，眼睛亮晶晶的，有你帮我，这次提案肯定能过。等拿下案子，我一定跟主管说，功劳都是你的。林雨安笑了笑，不用，案子成了就行，都是为了公司。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抱着期待的。如果案子成了，主管说不定能让他官复原职。可接下来的几天，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先是他手里的一个小客户提交方案的时候，文件莫名其妙损坏了，打开全是乱码。客户大发雷霆，投诉到主管那里，林雨安又挨了一顿骂。他明明前一天晚上还确认过文件是好的，存在 U 盘里，怎么第二天就坏了？紧接着，他约了客户在咖啡店谈合作，到了约定时间，客户没来，打电话过去，客户很生气地说，你们不是说改时间了吗？苏助理下午就通知我改到明天了啊。林雨安愣住了，苏曼柔根本没跟他说过改时间的事。他去找苏曼柔问，苏曼柔一脸歉意，啊，我忘了跟你说了吗？客户上午说那天有事，我就帮忙改了时间，想着忙完告诉你，结果一忙就忘了。对不起啊雨安，都怪我记性不好。他态度诚恳，一个劲的道歉，林雨安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自认倒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3、4次，不是文件出错，就是客户被临时改时间，要么就是他做好的方案不翼而飞。林雨安渐渐觉得不对劲了。这些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每一次都刚好让他出错，让他在主管心里的印象越来越差。而且每一件事都或多或少和苏曼柔有点关系。他开始留意苏曼柔，他发现苏曼柔的提案里用了很多他之前没公开过的创意点，是他只在自己私人笔记里写过的想法。他还发现苏曼柔的电脑里存着很多他电脑里的文件，有些甚至是他没对外发过的。更让他心惊的是，有一次他去茶水间，听到2个同事在小声议论，你说苏曼柔升的也太快了吧，才半年就从助理到主管了，还不都是踩着林雨安上去的？可不是吗？我上次看到他偷偷翻林雨安的办公桌，不知道在找什么。小声点，人家现在是主管，小心被听到。林雨安站在茶水间门口，手脚冰凉。他不愿意相信，可种种疑点都指向了苏曼柔。那个从国中就陪在他身边，总是温柔笑着的闺蜜，真的会在背后捅他刀子吗？他想起第一次提案出错，那天他最后离开公司，把 U 盘放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第二天早上来， U 盘还在原位，他没多想就提交了文件。而那天晚上，苏曼柔说她回公司拿钱包，待了10几分钟才走。会不会是那时候苏曼柔偷偷换了他 U 盘里的文件？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林雨安决定查清楚。他找了公司管理行政的学弟，说自己丢了东西，想看下提案前一天晚上的监控。学弟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监控录像发给了他。录像里，晚上9点17分，苏曼柔确实走进了公司。他没有去自己的工位，而是径直走到了林雨安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了那个 U 盘。他背对着摄像头，不知道在电脑上操作了什么，大概5分钟后把 U 盘放回了原处，然后拿着钱包离开了。时间、动作全都对得上。林雨安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画面，浑身的血液都凉了。真的是他，真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亲手改了他的方案，毁了他的升职机会，然后踩着他的肩膀坐上了主管的位置。为什么？他们10几年的友情，在他眼里到底算什么？巨大的失落和愤怒过后，是更深的寒意。
如果工作上的事是苏曼柔做的，那江成宇那边呢？那根棕色的头发，江成宇身上的香水味，还有他越来越冷淡的态度，是不是也和苏曼柔有关？这个想法让林雨安不寒而栗。他不敢深想，可那些被他忽略的细节，此刻全都清晰地涌了上来。每次他和江成宇吵架，苏曼柔都恰好知道原因，还总能不经意地替江成宇说话。每次江成宇说加班，苏曼柔第二天总会说我昨天也加班到很晚，看到成宇哥也在忙，甚至连他们看新房，苏曼柔都要跟着一起去，还总说这个户型适合你们那个装修不好，比他这个准新娘还上心。以前只觉得是闺蜜热心，现在想来，处处都是破绽。林雨安坐在工位上，手指冰凉地攥着鼠标。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他身上，他却觉得冷得发抖。他想起国中的时候，苏曼柔刚从台南转来，皮肤黑黑的，说话带着台南口音，被班上的同学取笑。是林雨安主动跟他说话，把自己的笔记本分给他用，带他回家吃饭。高中的时候，林雨安成绩好，苏曼柔成绩差，林雨安每天放学都帮他补习，把自己的笔记整理得工工整整给他。苏曼柔那时候抱着他说，雨安，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原来所谓的报答就是这样吗？林雨安深吸一口气，擦掉眼角的泪。他不能就这么算了，他要查清楚苏曼柔到底还做了多少事，他和江成宇到底到了哪一步。他关掉监控录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下班的时候，苏曼柔过来叫他一起走，他也笑着答应了。路上，苏曼柔跟他说着提案的准备情况，林雨安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应一声。对了雨安，苏曼柔忽然说，成宇哥最近是不是很忙啊？我昨天看到他跟一个女生在信义区吃饭，看起来挺熟的。不过你别多想啊，应该是客户吧。他说着，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林雨安的表情。林雨安心里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他最近见客户多。苏曼柔见他没生气，似乎有点失望，随即又笑着说，也是啦，成宇哥那么靠谱，肯定不会对不起你的。林雨安侧过头，看着他脸上温柔的笑容，只觉得无比刺眼。他倒要看看这张面具底下到底藏着怎样的一张脸。林雨安决定设个局。他故意在苏曼柔面前抱怨，说高雄有个客户非要他过去对接，主管派他出差3天，烦死了。啊？要去3天啊？苏曼柔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欣喜，随即又露出担忧的表情。可是你最近状态不好，一个人去没问题吗？没办法，工作嘛。林雨安装作很无奈的样子，明天早上的高铁，周日晚上回来。那你路上小心点，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苏曼柔体贴地说，成宇哥知道了吗？他会不会担心你？我跟他说过了，他忙，没时间管我。林雨安故作失落地说。第二天早上，林雨安拉着行李箱出了门，坐捷运去了高铁站。他买了一张去桃园的票，坐了1站就下车了，然后打车回了市区，住进了提前订好的酒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江成宇。他要看看他不在的这3天，苏曼柔和江成宇到底会做些什么。第一天，苏曼柔正常上班，下班之后直接回了他租的房子，没出门。江成宇也正常下班回家，待在公寓里没动。林雨安坐在酒店里，盯着手机上的定位软件，心里有点复杂。这个定位是之前江成宇开车出远门，他怕他出事，装在他车里的。他从来没用来查过岗，没想到第一次用，是用来抓自己的闺蜜和男友。他甚至在心里想，也许是他误会了，也许他们真的没什么。第二天下午，江成宇的定位动了，他开车去了大安区的一家法式餐厅。林雨安立刻打车过去，坐在餐厅对面的咖啡店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等着。10几分钟后，苏曼柔出了捷运站，笑着朝餐厅走去。她穿了一条米白色的连衣裙，化了精致的妆，和平时在公司里干练的样子完全不同。
他推开餐厅的门，熟门熟路地走到了江成宇坐的位置。江成宇看到他，似乎说了句什么，苏曼柔笑了起来，伸手撩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动作自然又亲昵。林雨安坐在咖啡店的玻璃窗后，看着对面餐厅里谈笑风生的两个人，心脏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他们聊了很久，中途苏曼柔不知道说了什么，江成宇皱起了眉，好像不太高兴。苏曼柔又凑过去，轻轻拉了拉他的胳膊，娇滴滴地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吃完饭，他们一起走出餐厅。江成宇去开车，苏曼柔站在路边等他。车开过来，苏曼柔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车子缓缓开走，林雨安坐在咖啡店里，浑身都在抖。他拿起手机，给江成宇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江成宇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怎么了？在高雄还顺利吗？挺好的。林雨安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你在干嘛呢？我在事务所加班啊，刚吃完饭，准备回去继续赶图。江成宇说。林雨安看着窗外渐渐消失的车尾，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在撒谎。他明明和苏曼柔在一起。哦，那你忙吧，别太累了。林雨安挂了电话，趴在桌上，无声地哭了。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酒店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国中和苏曼柔一起逃课吃冰的样子，一会儿是江成宇跟他求婚时说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样子，最后都变成了餐厅里两人相视而笑的画面。10几年的友情，3年的爱情，原来全都是假的。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林雨安眼睛肿得像核桃。他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心里慢慢冷静下来。哭没用，他要知道全部的真相。第3天，江成宇的车开到了他们正在装修的新房那里。苏曼柔也去了，两个人在新房里待了2个多小时。林雨安站在楼下的树荫里，抬头看着那扇窗户。那是他精心挑选的户型，他想象过无数次，以后在这里摆什么家具，婴儿房要装成什么颜色。可现在，她的男友和她最好的闺蜜正在她的新房里做着见不得人的事。她没有冲上去，她不想歇斯底里，不想像个泼妇一样当场厮打。她要留着体面，也要拿到最实锤的证据。晚上，林雨安拉着行李箱，装作刚从高雄回来的样子，回了家。江成宇已经在家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他回来，起身接过他的行李箱，回来了？累不累？他的语气很自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好。林雨安淡淡的应着，躲开了他想碰他的手，我先去洗澡。他走进浴室，打开花洒，热水淋下来，他靠在墙上，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已经想好了，先摊牌，问清楚。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那他退出，成全他们。但工作上的账，他要一笔一笔算清楚。洗完澡出来，江成宇已经躺在床上玩手机了。林雨安擦着头发，坐在床边，开门见山，江成宇，我们谈谈吧。谈什么？江成宇头也没抬。你和苏曼柔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成宇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脸色有点难看。你又胡说什么？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不就是朋友吗？朋友？林雨安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朋友会单独去法式餐厅吃饭，朋友会一起去新房待2个小时。江成宇，我都看到了，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江成宇的脸色白了，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林雨安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所以，是真的？你们在一起多久了？雨安，不是你想的那样。江成宇急忙解释，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就是一起去看了下装修材料，顺便吃了个饭。看装修材料需要瞒着我？需要骗我说在加班？林雨安看着他，江成宇，我们在一起3年，你连撒谎都不会吗？他拿出手机，把那天拍的餐厅门口的照片给他看。
照片里，苏曼柔笑着拉着他的胳膊，清清楚楚。江成宇看着照片，脸色越来越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林雨安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苏曼柔，手里拎着一个袋子。看到林雨安，他愣了一下，雨安，你回来了。他的目光越过林雨安，看向屋里的江成宇，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惊讶，成宇哥也在啊。我听说雨安今天回来，特意炖了鸡汤送过来给他补补身子。他一脸无辜，好像真的只是来送鸡汤的闺蜜。林雨安看着他精湛的演技，忽然觉得很可笑。进来吧。他侧身让苏曼柔进来，正好我们三个把话说清楚。客厅里的气氛很凝重。苏曼柔把鸡汤放在桌上，看着林雨安难看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雨安，怎么了？是不是吵架了？是不是因为我？哎呀，都怪我，昨天不该找成宇哥陪我去看建材的，我本来是想帮你们看看新房装修的，没想到让你误会了。他一边说，一边眼眶就红了，渲然欲泣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雨安，真的对不起，你别生成宇哥的气，都是我的错。你要是不高兴，我以后再也不找他了好不好？林雨安看着他演戏，只觉得心寒。苏曼柔，他开口，声音很平静，工作上的事是你做的吧？新样的提案是你改了我的 U 盘文件，对不对？苏曼柔的脸色瞬间白了，眼泪掉了下来。雨安，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监控都拍到了，提案前一天晚上，你回公司动了我的 U 盘。林雨安看着他，你还要狡辩吗？苏曼柔的身子晃了晃，眼泪掉得更凶了。他转头看向江成宇，哭着说，成宇哥，你看雨安，他误会我了。我那天回公司是因为你说你把文件落在雨安桌上了，让我帮忙拿一下，我才动的 U 盘啊。林雨安愣住了，江成宇也愣住了，随即皱起眉，我什么时候让你拿过文件？成宇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苏曼柔不敢置信地看着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上周你说你有份客户资料存在雨安电脑里，让我趁他下班帮忙拷一下，你忘了吗？我本来不想答应的，可是你说雨安最近太累了，不想打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件就出错了。他哭得梨花带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江成宇身上。成宇哥，我知道你怕雨安生气，所以不敢说。可是现在雨安误会我了，我不能背这个黑锅啊。林雨安转头看向江成宇，眼神里充满了质问。江成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一句，我没有。苏曼柔，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苏曼柔哭着拿出手机，翻出聊天记录，你看，这是你跟我说的，你让我帮忙拷文件。林雨安凑过去看，聊天记录里确实是江成宇的账号，说让苏曼柔帮忙拷一下资料，还说别让雨安知道。可是江成宇的表情不像是装的，他一脸震惊，看着聊天记录说，这不是我发的，我从来没说过这些话。苏曼柔，你伪造聊天记录？成宇哥，你怎么能这样？苏曼柔哭得更凶了，明明是你说你不想和雨安在一起了，觉得他太强势，眼里只有工作。你说你喜欢我，想让我帮你把他挤走，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放屁！江成宇气得站了起来，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苏曼柔，你血口喷人！林雨安站在原地，看着他们两个互相指责，脑子一片混乱。到底是谁在撒谎？苏曼柔哭得喘不过气，哽咽着说，雨安，对不起，我不该答应他的。我一开始就拒绝了，可是他一直找我，说跟你在一起压力很大，说你根本不理解他。我一时糊涂，才跟他吃了几次饭。可是我发誓，我和他真的没什么，都是他主动的。他转过头，看着林雨安，眼神里满是愧疚。雨安，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瞒着你。你骂我吧，打我吧，我都认。可是工作上的事，真的是成宇让我做的。他说想让你休息一段时间，
不要那么拼。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江成宇身上。苏曼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变成了一个一时糊涂被男人蒙骗的无辜受害者。江成宇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苏曼柔，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苏曼柔，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不想让宇安误会我。苏曼柔擦了擦眼泪，成宇哥，你敢做就要敢当啊，你跟我说的那些话现在都不算数了吗？林宇安看着眼前的闹剧，只觉得荒谬。一个是交往3年的男友，一个是认识10几年的闺蜜，现在2个人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是主谋，他该信谁？他看着江成宇愤怒的脸，又看看苏曼柔委屈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了答案。江成宇虽然性格软，但他不是会背后搞小动作的人。而苏曼柔，她连方案都能偷偷改，还有什么是她做不出来的？聊天记录可以伪造，话可以编，眼泪可以装。他忽然觉得很累。够了。林宇安开口，声音很轻，却让争吵的2个人都停了下来。我不想听你们吵了。他看着苏曼柔，苏曼柔，从今天起，我们绝交。工作上的事，我会跟主管说清楚，你好自为之。然后他转头看向江成宇，我们分手吧。江成宇愣住了，宇安，你相信他？你不信我？我谁都不信。林宇安疲惫地说，江成宇，不管你有没有做过，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就这样吧。他不想再纠缠了。不管是谁的错，这段感情，这段友情都已经脏了。他不想要了。苏曼柔还想说什么，林宇安打断他，你们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宇安，走。林宇安的声音提高了几分。苏曼柔咬了咬唇，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转身走了。江成宇站在原地，看着林宇安，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拿起外套也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林宇安再也撑不住，瘫坐在地上。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他一个人。桌上的鸡汤还冒着热气，是他以前最爱喝的口味。以前他总说苏曼柔炖的鸡汤最好喝，比妈妈炖的还香。现在想想，真是讽刺。那天晚上，林宇安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搬去了大学同学家里住。他不想再待在那个充满谎言的房子里。同学看到他憔悴的样子，吓了一跳，听他说完事情的经过，气得直骂，苏曼柔也太贱了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亏你还把他当最好的朋友。还有江成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林宇安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没睡。他心里总觉得不对劲，苏曼柔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为了抢她的男友，抢她的工作吗？他们认识10几年了，苏曼柔要是真的喜欢江成宇，早干嘛去了？而且他费这么大劲，改方案，抢职位，抢男人，布局布了这么久，仅仅是因为嫉妒吗？还有江成宇，他的反应太反常了。如果他真的和苏曼柔有一腿，被揭穿了，要么承认，要么狡辩，怎么会那么生气？好像真的被冤枉了一样。还有那些聊天记录，真的是伪造的吗？无数个疑问盘旋在林宇安的脑子里。他隐隐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苏曼柔的背后一定还藏着别的秘密。林宇安请了1周的假，没有去上班。他不想看到苏曼柔那张虚伪的脸，也不想听同事们的议论。他每天窝在同学家里，一边调整情绪，一边默默地收集苏曼柔职场舞弊的证据。监控录像、被篡改的文件对比，还有苏曼柔偷偷接私活的记录，他托人查到，苏曼柔这半年来一直在把公司的方案低价卖给竞品公司，赚了不少外快。这些证据足够让苏曼柔被开除，甚至在整个台北广告圈都混不下去。可林宇安迟迟没有交出去，他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他没挖到。苏曼柔的动机没那么简单。这天下午，林宇安去超市买东西，碰巧遇到了江成宇的妈妈。江妈妈看到他，很热情地拉着他说话，宇安啊，
好久没看到你了，什么时候和程宇回家吃饭啊？你们订婚的事，我和你叔叔都催他好几次了。林雨安心里一酸，勉强笑了笑，阿姨，我和程宇分手了。分手？江妈妈愣住了，好好的怎么会分手？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我回去骂他。没有，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林雨安不想多说，岔开话题，阿姨，听说您之前生意周转不开，现在好点了吗？之前江程宇跟他提过一句，说妈妈的建材生意出了点问题，资金周转不开。林雨安当时说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帮忙，江程宇说已经解决了，不用他操心。提到这个，江妈妈叹了口气，哎，说来也惭愧，上次资金缺口200万，急得我觉都睡不着。本来想找你们帮忙的，又怕给你们添负担，还好后来程宇的朋友帮忙借了钱，才缓过来。朋友？林雨安心里一动，什么朋友？我怎么没听程宇说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像是个女孩子，说是程宇的朋友，人特别好，二话不说就把钱打过来了。江妈妈说程宇不让我多问，说人家不想张扬。我还说呢，这么好的姑娘，得好好谢谢人家。女孩子？林雨安的心跳瞬间加快了。借给江妈妈200万的人，会不会是苏曼柔？可是苏曼柔一个策划助理，工资也就4万多新台币，她哪来的200万？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借钱的人真的是苏曼柔，那江程宇的反常就说得通了。他不是出轨，是被苏曼柔拿借钱的事要挟了。难怪苏曼柔能那么轻易的把锅都推给江程宇，难怪江程宇有口难言。如果苏曼柔拿江妈妈的生意要挟他，他确实不敢得罪苏曼柔。林雨安匆匆和江妈妈道别，立刻给江程宇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江程宇的声音带着几分疲惫，喂，江程宇，我问你，借给阿姨200万的人是不是苏曼柔？林雨安开门见山。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林雨安以为他挂了。然后江程宇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是。林雨安闭了闭眼，果然是这样。他是不是拿这件事要挟你，让你配合他演戏，假装和他在一起？江程宇又沉默了，算是默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林雨安的声音有点发颤，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我怎么说？江程宇苦笑了一声，我妈把那笔钱看得比命还重，那是我爸留下的厂子，要是倒闭了，我妈会崩溃的。苏曼柔说，如果我不配合他，他就立刻让我妈还钱，还要把我妈欠钱的事闹到行业里去，让我家的生意彻底做不下去。不止这个，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他还伪造了我挪用事务所公款的证据，说如果我敢不听话，就把证据交给老板，让我在建筑行业混不下去。雨安，我输不起。林雨安听完，心里又气又疼。气的是苏曼柔居然这么阴险，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要挟人，疼的是江程宇居然一个人扛了这么久，还被他误会成出轨的渣男。那餐厅吃饭，去新房，都是他逼你的。江程宇说，他知道你会跟踪我，故意让我陪他演戏，就是为了让你误会，让我们分手。聊天记录也是他伪造的，他不知道从哪里到了我的小号，自己跟自己聊天。那天晚上你家，他也是算好时间去的，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演一出戏，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他算准了，我不敢揭穿他。林雨安握紧了拳头，好深的算计。从改方案抢职位，到设计离间他和江程宇，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苏曼柔简直是把他们10几年的友情当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棋局。你为什么现在又肯说了？林雨安问。我不想再瞒下去了。江程宇的声音带着愧疚，雨安，对不起，是我太懦弱，一开始就应该跟你坦白的。我怕你看不起我，怕你觉得我没用，结果反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苏曼柔说，只要你跟我分手，他就不为难我家了。可是我发现他根本没打算收手，
他还想让我跟他在一起，否则就把事情闹大。林雨安深吸一口气，他现在终于理清了前因后果。苏曼柔的目标从来都不只是江成宇，他要的是毁掉林雨安的一切，事业、爱情、名誉。他要把林雨安拥有的东西全都抢过来，踩在脚下。可是为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苏曼柔费这么大的劲，布局这么久？仅仅是因为嫉妒吗？10几年的嫉妒能深到这种地步？江成宇、林雨安说，我们见一面吧，把所有事情都摊开，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他们约在中山北路的一家咖啡馆。几天没见，江成宇憔悴了很多，下巴上都长出了胡茬。看到林雨安，他眼神里满是愧疚，雨安，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没用。林雨安坐下，我们得想办法把苏曼柔做的事都揭穿。他害我丢了职位，还害我们变成这样，不能就这么算了。我知道。江成宇点点头，我已经在收集他伪造证据，要挟我的录音了。只是我妈那边的钱，我们暂时还不上。钱的事慢慢想办法。林雨安说，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总觉得不只是嫉妒那么简单。他顿了顿，说出了自己的猜想，我怀疑这件事可能和上一辈有关。江成宇愣住了，上一辈？什么意思？我记得曼柔说过，她妈妈以前和我爸爸是同事，后来因为我爸爸排挤她，才辞职的。林雨安皱着眉，可是我从来没听我爸说过这件事，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苏曼柔的妈妈叫陈美华，林雨安小时候见过几次，总是笑眯眯的，对她很热情。可是现在想来，那位阿姨的笑容里好像总藏着点别的东西。如果苏曼柔的恨意是从小就被她妈妈灌输的呢？如果这一切根本就是一场持续了20年的报复呢？这个念头让林雨安不寒而栗。我要回家问我爸。林雨安说，我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周末，林雨安回了新北的娘家。爸爸正在阳台浇花，妈妈在厨房做饭。看到他回来，妈妈很高兴，安安回来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给你做你爱吃的菜。突然想回来看看。林雨安笑了笑，走到爸爸身边，爸，我问你个事。什么事？林爸爸放下水壶。你以前是不是有个同事叫陈美华？林爸爸的动作顿了一下，转过头看着他，你怎么突然问起他？她是苏曼柔的妈妈。林雨安说，爸，当年她为什么辞职？是不是跟你有关？林爸爸的脸色沉了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这件事都过去20多年了。陈美华当年是我的下属，在同一家贸易公司做会计。她手脚不干净，挪用了公司50万公款，被我查出来了。我念在她家里有老人孩子，不容易，就没报警，只是让她把钱补上，主动辞职，给她留了点颜面。没想到她出去之后，到处跟人说是我嫉妒她能力强，故意排挤她，栽赃陷害她。林爸爸摇摇头，我当时觉得清者自清，懒得解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说。林雨安站在原地，浑身冰凉。原来如此，原来苏曼柔从小听到大的是他妈妈被林雨安的爸爸陷害，抢走一切的版本。他心里的恨意是从小就种下的，难怪他要接近自己，难怪他要抢走自己的一切。他不是一时嫉妒，是带着上一辈的仇怨，蓄意报复。他从国中故意转学到林雨安的班上，刻意接近他，和他做朋友，根本就不是巧合，一切都是计划好的。10几年的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安安，怎么了？林爸爸看出他脸色不对，是不是苏曼柔那孩子对你说什么了？没有。林雨安勉强笑了笑，就是随便问问。爸，当年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当时公司的老员工都知道，不过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散了，估计也没人记得了。林爸爸说，怎么突然问这个？没事，
就是好奇。林雨安没敢把事情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吃完饭，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国中时候的毕业册和旧照片。照片里，15岁的他和苏曼柔并肩站着，都笑得一脸灿烂。苏曼柔那时候还很瘦，皮肤黑黑的，站在白白净净的林雨安身边，显得有点不起眼。林雨安想起国中毕业的时候，他推甄上了世新大学公广系，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校。苏曼柔落榜了，只能去读专科。当时苏曼柔抱着他哭，说真羡慕你，雨安你真厉害，他还安慰了好久。现在想来，那时候苏曼柔的眼泪里藏着的全是恨意吧。还有大学毕业的时候，林雨安拿到了一家顶尖 4A 广告公司的 offer， 当时他开心坏了，第一时间告诉了苏曼柔。可没过几天，对方就发邮件说名额满了，很抱歉。当时林雨安失落了很久，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现在想想，会不会也是苏曼柔搞的鬼？他知道自己的邮箱密码，国中时候就知道，他完全可以偷偷登录他的邮箱，回绝那份 offer。 林雨安越想越心惊，他立刻找了做 IT 的学弟，让他帮忙恢复自己10几年前的旧邮箱，看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邮件记录。学弟忙活了一下午，给他回了消息，雨安姐，找到了。当年那封 offer 邮件，确实有人用你的账号回复了，说自己已经找到工作了，回绝了 offer。回复的 IP 地址是新北泸州的一家网吧。泸州的网吧，那时候苏曼柔家就住在泸州。真相昭然若揭，原来从那么早以前，苏曼柔就开始毁她的人生了。她偷走的不只是现在的工作和男友，还有她当年更好的职业起点，她本该拥有的更光明的未来。林雨安握着手机，气得浑身发抖。20年的布局，10几年的伪装，苏曼柔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边笑着叫他最好的朋友，一边在背后一刀刀捅他的？他到底有多恨自己？晚上，林雨安约了江成宇见面，把自己查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江成宇听完也震惊了，他居然从那么早就开始算计你了，这也太可怕了。林雨安点点头，眼神很坚定，所以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我要把他做过的所有事都公之于众，我要让他知道，不是所有东西都能靠偷靠抢得到的。我帮你。江成宇看着他，不管需要我做什么，我都配合你。林雨安看着他，心里有点复杂。经过了这么多事，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裂痕，就算误会解开了，也回不到过去了。但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要先一致对外。他们商量了一晚上，制定了一个计划。星样百货的2次提案就在下周3。那天，公司的高层和客户方的负责人都会在场，是最好的摊牌时机。林雨安要在所有人面前揭穿苏曼柔的真面目。他要把苏曼柔篡改方案、窃取公司机密、要挟他人、蓄意报复的所有证据都摆到台面上。他要让苏曼柔身败名裂。计划定好之后，林雨安松了口气。江成宇看着他，犹豫了一下，说：雨安，等这件事结束了，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林雨安沉默了。过了很久，他才轻声说：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吧。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就算拼回去，也满是裂痕。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原谅江成宇的懦弱，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走一步看一步吧。周3上午，奥莱特广告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星样百货的总经理、市场部总监，还有公司的 CEO、策划总监都来了。苏曼柔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站在投影幕前，自信满满的做着提案。他的方案做的确实不错，很多创意点都是林雨安之前的想法，被他包装的焕然一新。台下的客户听得频频点头，公司高层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苏曼柔讲得越来越流畅，眼神里带着志在必得的笑意。
他甚至特意瞥了一眼坐在角落的林雨安，眼神里带着几分挑衅。林雨安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安静地听着。以上就是我们的营销方案，各位有什么疑问吗？苏曼柔笑着说，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星样的市场总监刚要开口说话，林雨安站了起来。等一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身上。苏曼柔的脸色变了一下，随即笑着说，雨安，你有什么补充的吗？补充倒是没有。林雨安慢慢走到台前，不过我有几件事想跟各位领导还有星样的客户说明一下。他拿起遥控器，按下播放键，投影幕上出现了监控录像的画面。正是提案前一天晚上，苏曼柔偷偷动林雨安 U 盘的场景。首先，第一次星样的方案出错，不是我工作失误，是苏曼柔小姐偷偷篡改了我的文件。林雨安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会议室，他故意毁掉我的方案，然后拿出备用方案上位，踩着我的功劳做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全场哗然。苏曼柔的脸色瞬间惨白，你胡说，这是伪造的。林雨安，你自己工作失误，还想栽赃陷害我？是不是伪造的？查一下监控原件就知道了。林雨安淡淡地说，不止这个。苏曼柔入职半年来，多次窃取公司的创意方案，低价卖给竞品公司，从中牟利。这里是交易记录和对方的证词。他按下一页，屏幕上出现了转账记录和聊天截图，清清楚楚地显示着苏曼柔出售方案的证据。苏曼柔，你利用职务之便，泄露公司机密，中饱私囊。这件事，公司的法务部应该很感兴趣。苏曼柔的身子晃了晃，强装镇定，这些都是假的。是你 P 的。林雨安，你因为降职怀恨在心，故意报复我。我报复你？林雨安笑了，那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他按下播放键，一段录音在会议室里响了起来。是苏曼柔和江成宇的对话。江成宇，你最好乖乖配合我，不然你妈厂里欠我的200万，我立刻让他还。还有你挪用公款的证据，我一发到你们事务所，你这辈子都别想在建筑圈混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跟林雨安分手，跟我在一起。我要让他一无所有，我要抢走他所有的东西，让他尝尝我妈妈当年受过的苦。录音播放完，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苏曼柔。苏曼柔的脸彻底没了血色，嘴唇哆嗦着，不是这样的，是他逼我的。谁逼谁？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江成宇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苏曼柔，你伪造我挪用公款的证据，要挟我配合你演戏，离间我和雨安的感情。这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还有你威胁我的录音，都是证据。他把文件放在桌上，还有，你借给我妈的200万，来源也不干净吧？都是你卖公司方案赚的黑心钱。苏曼柔踉跄着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倒。他看着林雨安，又看看江成宇，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他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很疯狂，都是我做的。那又怎么样？林雨安，凭什么你生来就拥有一切？你有体面的工作，有爱你的爸妈，有优秀的男朋友，你什么都有。而我呢？我从小就要听我妈哭，说你爸抢走了她的一切，说我们家变成这样都是你们林家害的。我凭什么要活在你的阴影里？凭什么你永远都比我强？我就是要抢走你的工作，抢走你的男人，毁掉你的一切。我要把你们林家欠我们的全都拿回来。他歇斯底里地喊着，脸上温柔的面具彻底撕碎，露出了底下扭曲又狰狞的真面目。林雨安看着他，心里没有愤怒，只有可悲。苏曼柔，你错了，我爸从来没有害过你妈，是你妈自己挪用公款，我爸念在旧情，没报警抓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他拿出一份文件，是当年公司的处分公告，还有老员工的证词。你妈妈骗了你，她把自己的错都推到了我爸身上，让你当了20年的复仇工具。你恨了20年，算计了20年，
到头来恨的都是错的人。苏曼柔愣住了，她抢过那份文件，匆匆扫了几眼，脸色越来越白。不可能，不可能的，我妈不会骗我的。她喃喃自语，摇着头，一定是你伪造的，是你们林家联合起来骗我。是不是伪造的？你可以去问你妈妈。林雨安看着她，苏曼柔，你毁了我2次人生，一次是大学毕业的 offer， 一次是这次的提案。你偷了我的创意，抢了我的工作，还想毁掉我的感情。现在该你付出代价了。公司的 CEO 脸色铁青，当场宣布，苏曼柔，你被开除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公司。另外，公司会正式起诉你，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星样的总经理也皱着眉说，贵公司的员工品行有问题，这个合作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王总，请等一下。林雨安开口，其实这份方案核心创意都是我做的，我这里有完整的创作过程和原始文件，比苏曼柔的版本更详细。如果您愿意，我可以重新给您做一次提案。他看向苏曼柔，眼神平静，你偷走的东西永远都不会真正属于你。苏曼柔站在原地，看着满屋子人鄙夷的目光，看着林雨安冷静的脸，终于崩溃了。他捂着脸哭了起来，踉跄着跑出了会议室。这场持续了20年的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苏曼柔当天就被赶出了公司，她在广告圈彻底臭了，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用她。没多久，她就收拾东西回了台南。临走前，她给林雨安发了一条短信，我恨你，就算我妈错了，也是你爸毁了我们家，我不会原谅你的。林雨安看完，删掉了短信，没有回复。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10几年的友情早就烂透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星样百货的案子最终还是交给了林雨安，他用完整的方案和专业的态度赢得了客户的认可。案子拿下的那天，主管找他谈话，跟他道歉，说之前误会他了，正式恢复他策划部经理的职位。林雨安接受了，这是他应得的，他凭自己的本事拿回来的。同事们都替他高兴，说他终于沉冤得雪了。也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初把苏曼柔引进公司。林雨安想了想，说不后悔，认清一个人总比被蒙在鼓里一辈子强。只是偶尔想起国中时候2个人一起在操场边吃冰，一起逃课去看电影的日子，还是会有点唏嘘。那么好的时光，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假的。江成宇那边，他妈妈把厂子盘出去了一部分，凑够了钱，把200万还给了苏曼柔。他也从事务所辞职了，换了一家新的公司，重新开始。他找过林雨安好几次，想复合。雨安，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站在林雨安公司楼下，手里拿着花，以前是我太懦弱，以后我不会了，我会保护好你，再也不让你受委屈。林雨安看着他，心里不是没有触动。3年的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可是他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在他被所有人误会的时候，在他最需要信任的时候，他选择了退缩，选择了隐瞒。哪怕他有苦衷，可伤害已经造成了。信任这个东西，碎了一次，就再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了。江成宇，林雨安轻声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江成宇的眼神暗了下去，手里的花也垂了下来。我知道了。他苦笑了一下，没关系，是我配不上你。雨安，以后你好好照顾自己，如果遇到什么事，随时可以找我。他转身走了，背影看起来很落寞。林雨安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轻轻叹了口气。有些遗憾，注定是要留在生命里的。他搬回了泸州的房子，之前和江成宇一起装修的新房，他退掉了。那里承载了太多谎言和不愉快的回忆，他不想要了。他重新租了一套小公寓，在信义区，离公司近，采光很好。他把房子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买了很多绿植，还有一个大大的书架。周末的时候，他会窝在家里看书，
看电影，或者约朋友出来喝咖啡、逛街，日子过得平静又充实。有一次，妈妈跟她说，碰到苏曼柔的妈妈了。陈美华苍老了很多，头发都白了大半。她跟林妈妈道歉，说当年是自己错了，不该教坏孩子，害了雨安，也害了曼柔。她说苏曼柔回台南之后，整个人都垮了，天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她很后悔，要是当年自己敢做敢当，不把怨恨灌输给孩子，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林雨安听完，没什么感觉。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他们种下的因，就要自己承受果，不值得同情。深秋的一个下午，林雨安忙完手上的工作，提前下班了。他沿着永康街慢慢走，路边的咖啡店飘出浓郁的香气。他走进常去的那家老店，点了一杯拿铁，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落在书页上，暖融融的。他翻着书，偶尔抬头看看街上的行人，心里很平静。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友情崩塌，爱情结束，事业起起落落，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很多东西，可又好像找回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独立，比如清醒，比如重新开始的勇气。以前他总觉得人生要有完美的爱情，要有知心的朋友才算圆满。现在他才明白，真正的圆满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给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朋友会背叛，爱人会离开，只有自己的能力，自己握在手里的人生才是最真实的。手机响了，是大学同学打来的，约他晚上去吃咸酥鸡。好啊，老地方见。林雨安笑着答应。挂了电话，他合上书，看向窗外。街对面有个女生，留着浅棕色的大波浪，背影很像苏曼柔。林雨安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不是她，就算是也没关系了。那些爱恨纠葛，那些背叛伤害都已经过去了。他不会忘记，但也不会再放在心上。他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好的人生要过。林雨安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站起身，拿起包走出了咖啡店。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迎着光往前走，脚步坚定又从容。风拂过他的长发，带着秋天的清爽。人生很长，谁都难免遇到几个人渣，几场骗局。但没关系，雨停了，天就晴了。走错了路，回头就好了。弄丢的人生，靠自己，总能一点点拿回来。